在这個靜態的體驗當中呢，我覺得有2個地方做得不錯啊，一個是這個補光燈，它這次配了一個磁吸的補光燈，後面是有觸點的，直接從主機上面取電，上面還有2個實體按鍵，可以控制色溫，可以控制亮度啊。遠處的人不一定夠啊，但是你想說我就是為了拍個自拍，哎，錄我自己拍個自拍，那肯定夠了啊。这個我覺得很好，而且加上去以後呢，整個沒有很重啊，非常的方便。但是呢，也有幾個地方有個槽點啊，我覺得有必要說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它這個握持，你會發現啊，因為它的所有需要你控制的部分，不管是觸摸屏還是按鍵，它已經把這個機身的2/3的位置都給占上了。我們操作它一般都是用大拇指來操作嘛。你如果說想要握得舒服，最好是把它整個機身都握住。整個機身都握住，你就會發現你用大拇指來控制这些按键太高了，你就只能把它往下握。往下握呢，虽然說你按这些按键，包括推它最底下的这個5A摇杆方便很多，但是你因為只抓了機身最底下的這一點，就感覺很不容易抓住。你想它還是挺沉的，很容易掉。哎，你這樣子，你想我現在想要只操作底下這個5A按鍵，我只能抓最底下。抓最底下的時候呢，下面整個手心都是空的，就感覺這個東西抓在手上非常的沒有安全感。當然它配了這個延長手柄啊，注意這個延長手柄它只有延長的作用，它裡面沒有電池，那個能夠提升續航的，裡面多一節電池的那個續航手柄是要額外買的。所以我是建議你日常把這個延長手柄啊就給它裝上啊，裝上以後呢，這個握持手感就好了很多。你就抓下面吧，然後上面這所有的按鍵都是空出來的，你想要怎麼摁，哎，都很方便，然後機器還能握得很牢。但是啊，當你裝上這個延長手柄以後，你就會發現，把它關機以後，它隨機配的這個便攜包你就裝不進去了啊，你就裝不進去了。這點是很糟心的一點，就是它帶的便攜包本來是想讓你輕鬆的把這個機器帶走的，但是你一旦裝上這個延長手柄，它就塞不進去了，它最後就會多出來一節。這個就很煩人了。那我裝進去之前呢，我還得把這個延長手柄給它拆掉啊，裝進去。然後下次用的時候再給它懟上，我就覺得你這個包就不能再長出個1厘米嘛，再長一點點它就可以裝下了啊！真的沒有必要做的這麼嚴絲合縫，因為這個延長手柄其實我覺得是幾乎是出門都要帶它的東西啊。當然你說這個包我使勁硬往裡塞，好像也能塞進去啊，帶着延長手柄也能塞進去，但是它其實是。因為上面這個雲台結構是個活動的嘛，你這麼讓它長期處在一個被包這樣緊緊繃住的狀態，我覺得對它這個地方是有傷害的啊！我不建議這樣搞，最好是這個包它能夠做得長一點，哎，這個就很好了。第二點我想吐槽的呢，就是它這個5A按鍵啊，機身上呢帶了一個5A按鍵，這個5A按鍵是可以控制這個雲台的方向的，因為我以前用大疆的這個如影系列的雲台，這個5A按鍵呢，它可以很絲滑的上下左右推，可以控制雲台的俯仰和這個左右轉頭的這個操作，並且它是一個組合的，就是你朝斜方向推，就是不是正上下左右推，我斜着推，雲台也會斜着動。但你會發現，哎，大疆這個不行啊，它只能是左右、上下。2種的單一維度的控制，你想斜着推，你会發現它仍然只能識別成朝一個方向去推，哎，它不能夠斜着操作。你這個5A按鍵明明是可以輸出多個方向的這個參數的，但是它的雲台不可以做到。但是神奇的是啊，我們把這個遙控器打開以後，遙控器上配的也是個5A按鍵啊，這個遙控器卻可以讓它變成5A的操作。你看我現在。想讓雲台回中啊，然後我讓它往斜方向走，你會發現，你看到沒有？橫滾和俯仰同時在動，橫滾和俯仰同時在动。哎，這個在機身上你是做不到的啊，機身上它你斜着推，它也只能動一個方向，這個就很離譜啊！我覺得這完全是升級固件可以改回來的，這是一個必備的功能。第3個想要吐槽的就是它這個小配件，我剛才也說了，真的太滑了，就是特別小，機身又很圓潤，你這個遙控器很容易抓不好就掉地上，它很難控制，它上面沒有什麼讓你能夠握持。如果它是個四四方方的還好，它非常圓潤啊，非常圓潤，因為它原本是這個Mobile 系列產品裡面摁在它那個手柄的那個槽裡面的，所以你看它四周還做了這個卡住那個槽的小點兒嘛，現在單獨作為一個配件拿在手上就很不踏實。
所以最好大疆給它出一個殼或者是一個能套在手指上的東西啊，都比較好。當然，大疆給了2根掛繩啊，2根掛繩。這個遙控器上是可以裝掛繩的，主機上也可以裝掛繩啊。擔心的話呢，遙控器上我覺得你至少把掛繩帶上啊，這樣拿在手上還是一個比較安穩的啊。好評的一點就是，不管是这個遙控器還是它配的麥克風，都已經給你配對好了，你不需要配對，開機立馬就能直接用啊，這個是很好的。哎，但是它這一代遙控這一代的這個麥克風給減配了啊，換成了 mini 系列。你要知道它的那個4代就是不帶第2個攝像頭的那個，只有单攝像頭的4代配的都是大疆的 Max 3，到了這一代就变成了大疆 Mini 2，這肯定減配了，這個便宜嘛啊。它的這個充電線呢也是一個槽點，我們現在已經習慣了 Type C 接口走天下啊，主機当然是 Type C 充電的，但是你會發現它的附件不是啊。首先这個遙控器就沒有配 Type C 接口。它後面是一個單獨的一個觸點，在它原本的這個生態裡面，就是這個 Mobile 這個生態裡面，你是給它塞回這個主機的槽裡面給它充電嘛。但因為這個設計它沒有這個東西，所以它給它配了一個單獨的磁吸充電線啊，這麼吸着。這頭呢是 Type C， 這頭是個磁吸，這個東西就意味着它是專用的，你出門忘帶了或者這玩意兒壞了，這個遙控器它就沒法充電啊。我建議以後再給它做成一個 Type C 接口的。它这個機身體積完全塞得下一個 Type C 接口啊，然後這個麥克風也是啊，這個 Mini 2它也沒有能夠直接充電的接口，它又配了一個另外一種磁吸充電器啊。你想你出門你得帶多少個充電器？又冒出一磁吸充電器來，哎，給它磁吸充電，也就是說你出門至少3根充電線你是少不了的啊。這個呢稍稍有點麻煩了啊，最好能夠統一接口。這個 Osmo 4P 呢，我準備最近啊找個時間呢出去拍一下啊，看看實際的使用效果怎麼樣。我覺得它適合什麼呢？適合首先比如說你是一個喜歡拍個自媒體的，因為自媒体經常拍的畫面就是2個畫面，就是要麼拍我自己 AirRAW 邊走邊說或者站那說，要麼就是拍對方的人或者拍我看到的景物。那麼它这個轉來轉去，哎，很靈活。當然，這個你用手機也能實現，用運動相機也能實現，並且手機和運動相機的這個電子防抖，其實現在效果已經還不錯了啊。日常可能咱們普通的遊客愛好者很少會拿一個微單加一個穩定器，這個好幾公斤的東西出去啊。它實際上是解決了這個輕量化的需求。至於畫質怎麼樣呢？周末我們找個時間出去拍一下吧啊。我是張宇俊，關注我，拜拜。